2001年，32岁的约翰和他的妻子做了一件很多人都想做，但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他们辞掉工作，卖掉了几乎全部的财产，开始环游世界。你可能以为能做出这么潇洒的决定，约翰夫妇肯定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但其实约翰夫妇的环球旅行里并不包含5星级酒店或者豪华游艇这类费钱的项目。他们是背包客，每天的旅费只有$40，尽管钱不多，旅途还是很精彩的。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约翰踏上了非洲的大草原，在泰国骑过大象，还登上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些都是约翰一直以来的梦想。在旅途中，他渐渐不再为时间的流逝感到紧张，只觉得富足又轻松。旅行归来，约翰把自己一路上的感悟写成了一本小书《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他原本只是自费出版的，想要分享给身边的亲友，没想到头1年就卖出了1万多册，而且渐渐成了世界级的畅销书，到今天已经卖出了600多万册。在这本书中，约翰讲了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约翰，也就是作者本人，有一天开车迷了路，误入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里的店员有点奇怪，好像你不说话，他们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别担心，这里的店员很友好。他们和约翰讨论了很多人生的大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应该怎样使用你的时间。经过1晚上的谈话，约翰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感到空虚、迷茫，而是充满热情地过上了新生活。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作者约翰只是把他关于人生的感悟藏在了故事里。约翰要讲的道理未必有多深奥，但他却是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听上去很大很难，但你倒不必把约翰当作什么深刻的哲人，只当他是一位善意的朋友，在向你提出诚恳的建议。只要你放松地倾听，他写进书里的某些话，或许确实有打动你、改变你的力量。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人公约翰。这一年他30出头，做着一份白领的工作，每天在格子间里做10个小时，工作是挺辛苦的，但也算得上体面，薪水也还不错。所有这一切对约翰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没什么不好，但有时候他又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这种缺了点什么的感觉一直在约翰心里打转。有一天，他突然决定暂时逃离工作，给自己放个假。约翰请了1周的假，开车出门去散心。可是他开着开着，却发现自己迷路了。他在路上瞎跑了一整天，直到晚上10点多才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奇怪的是，这家咖啡馆开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不过约翰可管不了那么多，他又累又饿，只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吃点东西。他走进咖啡馆，一位名叫凯西的女招待热情地接待了他。约翰终于放松了下来。可是这时候，他注意到这家咖啡馆的菜单有点奇怪。菜单的背面写着3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这里？什么样的店家会问客人你为什么来这里呢？约翰感到莫名其妙，他请凯西来解释一下。没想到凯西的回答更让他摸不着头脑了。凯西对他说：这个问题你要是认真地问一问自己，你就不再是从前的你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有点被吓着了。就在这时候，凯西向约翰揭开了谜底。原来你为什么来这里？这个问题问的并不是约翰为什么要来这家咖啡馆，而是要问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等于是在问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么大的问题，谁能回答得了呢？没错，在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上，不只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恐怕没有谁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约翰讲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巧妙的地方，他提醒我们，要想找到人生的意义，你首先得像故事里的约翰那样，认真地向自己提问。估计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刻，都曾经问过自己这类的问题：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该怎么度过这一生，才算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些问题太大了，让人无从下手，只能突然地感到迷茫。所以很多人在一时的感慨过后，也就把问题抛到脑后，不再深究了。毕竟，生活中还有大量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责任和欲望的洪流裹挟着我们，让我们无暇思考那些过于奢侈的问题。但在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里，
约翰提醒我们别放弃，想下去，因为当你开始认真地追问人生意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重新定义你的人生。故事里的凯西对此做了一番解释，他说，一旦你真的问出了那个问题，寻找答案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会发现你早晨醒来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天中，你脑海里也会时不时闪过那个问题。它有点像一扇门，一旦你打开，就很难再关上。作者约翰并没有假装自己能解答所有人的人生难题，他只是告诉我们，真诚的追问是会产生后果的。一旦你真的被人生意义的问题困扰，你就会渐渐开始质疑日常琐事的价值。在你的待办清单上，有太多的事项理直气壮地占用着你的时间，但其实完成这些事项未必会让你更接近理想的人生。但随着这样的质疑，你还会想起一些你一直想去做，但始终没有做的探索。对另一种人生的渴望会渐渐占据你的心智。有时候你并不需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仅仅是问题本身就已经在帮助你做出取舍，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了。这是约翰的这本书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谓的目标感，就是用真诚的困惑来指引你的人生。当然，我知道这种说法还是很抽象，我们是可以像故事里的约翰那样，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菜单上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为什么存在？但接下来呢？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呢？作者约翰在续作《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里提到了一种思考工具，叫做人生武士。所谓的人生武士，是约翰在游览非洲大草原时受到启发，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在非洲，约翰发现游客们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叫非洲5大动物。这是游客们来到草原上最想看到的5种动物。当然，这些动物都分散在草原上，可不像在动物园里那么容易看到。在游客们心里，要是一趟旅行就能把这5种动物都看全，这趟旅行就堪称完美。哪怕是只看到了2种，也算是不枉此行了。但假如他们坐着越野车，在草原上跑了好几天，最后1种动物都没看到，这趟旅行就是很遗憾的。约翰觉得这种思考方式很有意思，因为人生其实也像是这样一场旅行。就算我们想不清楚人生的意义，在我们的一生中，也总有那么几件事是我们特别想要追求的。假如我们站在人生的终点，回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发现那几件最想做的事情都实现了，那就不会有什么遗憾。这种心情就和那些一趟旅行就看全了5种动物的游客一样。约翰的人生武士这个概念就是照着5大动物发明出来的，其实就是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最重要的人生武士上来。假如你感觉意义存在这类的概念太过抽象，那你不妨换个思路想想看，有哪5件事重要到足以定义你的人生？人生武士这个思考工具可以帮助你给人生建立清晰的坐标。我们回到约翰的故事，被菜单上的问题吓住后，他和女招待凯西聊了好半天，才搞明白菜单上的你为什么来这里到底是在问什么。可是在这个问题下面还有2个问题在等着他。菜单上的另外2个问题是，你害怕死亡吗？和你满足吗？或许这2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你应该怎么花费你的时间才会感到满足？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在书里，作者约翰首先借凯西之口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凯西有一次去夏威夷潜水，在海里遇见了一只大海龟。凯西追着海龟游泳，想凑近点看看它，可是他发现不管自己怎么拼命地游，总是跟不上海龟的速度。这让凯西有点惊讶，因为在他看来，海龟游泳并没有出什么力气，它只是罗儿懒洋洋地摆动4肢，更多时候都只是漂浮在水里。这样的游法为什么还能比凯西快呢？第2天，凯西仔细地研究了海龟的动作，他发现海龟划水可不是毫无章法，而是始终遵循着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水流的方向和海龟前进的方向相反，海龟只是稍微动一动肢体，让自己漂浮在原地；而当水流的方向调转过来，和海龟前进的方向一致，海龟就会加快速度划水。这样的游法既省力又高效，这就是海龟总是能甩掉凯西的原因。在这个故事里，正向和反向的海水是一组比喻。所谓正向的海水，指的是那些对我们达成人生目标有帮助的事情，而反向的海水指的是和我们的目标无关的事情。
凯西告诉约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在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占用我们的时间。他们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向我们推销各类商品和服务，试图让我们相信，把时间以及用时间挣来的钱都花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上，我们的人生就能获得圆满。但其实，这些东西中的绝大多数都和我们人生的目标无关，它们只是反向的海浪，在我们向目标前进时扰乱我们的方向。假如在这些东西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未必是我们真正想做的。约翰的观点并不是提醒我们要警惕消费主义的陷阱，在他看来，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消费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他的盲目心。如果一个人对居住环境有很高的要求，那他努力挣钱，买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就完全是合理的。如果一个人一听到引擎的声音就觉得兴奋，一坐进驾驶舱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那拥有一辆漂亮的跑车或许就是他的人生五事之一。不过，假如他拥有这些昂贵的资产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过得还不错，那他或许应该想想，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好地帮他实现人生的价值。约翰看待消费主义的态度很单纯，如果消费对你来说是正向的海浪，那就乘着它前进；如果是反向浪，那就尽量摒弃。你可以用同样的视角看一看生活里其他的事，尤其是那些所有人都在做，所有人也都试图说服你去做的事，看看他们是不是值得你花费时间。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他们和你的人生目标是否一致，他们能不能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五事。对约翰来说，一个人能否度过满足的一生只取决于一件事，这就是他有没有把人生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和自己最重要的心愿统一起来。只要始终清醒地向着目标前进，他就能从每时每刻的生活中获得源源不绝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可以抵消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约翰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畏惧死亡，只是因为他们在世上还有未尽的心愿。尽管他们未必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他们还是隐秘地盼望着另一种人生。不过，因为受到反向浪的干扰，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梦想遮蔽起来，一再地向后拖延。他们会告诉自己，再过几年，等我赚到足够的钱，或者等我退休了，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我就能开始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了。对于这些人来说，死亡令他们恐惧，就像一件任务的截止日期正在逼近，但任务却迟迟没有进展。而那些已经开始追寻梦想的人，只会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死亡并不能从他们手中夺走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满足。约翰在一夜的长谈后离开了咖啡馆，他知道自己经历了一场奇遇，也知道生活将会发生改变。不过，改变来的并不突然。刚开始，约翰只是时常想起菜单上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这里？他每天都会花不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也会从别人的经验里寻找启发。他留心观察自己对各种事物的感受，发现自己很喜欢旅行。终于有一天，他鼓足勇气辞去了原先的工作，过上了旅行1年、工作1年的新生活。起初，他对这种生活抱有不小的顾虑，他担心被职场抛弃，担心自己没法解释简历上1年又1年的空窗期，担心这1年的收入没法支持下1年的旅行。不过他渐渐地发现，他在旅途中学到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世界各国的语言和为人处事的能力，都让他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的挑战。他对来年旅行的期待也成了他工作的动力源泉。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约翰在旅行和工作之间找到了良好的平衡。约翰在书里分享的思考其实未必有多深奥，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提示。至于每个人的人生之问，当然还得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在我看来，约翰的这本书有点像一本成年人的童话，你可不要小看童话，其他的书都在用证据和逻辑说服你，而童话传递的是信念。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复杂的思辨里迷失，陷入迷茫，而一点简单的信念，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黄渤被誉为娱乐圈情商最高的明星之一，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面对刁难的问题，依然能以教科书级的回答扭转局面，给大家带来惊喜。其实你能发现，虽然每次沟通的人不一样，但沟通内容存在一定的共性，而如果能把这些内容抽离出来并转化为固定格式，我们就能用相应的技巧来应对，就像解数学题一样，一个公式可以解很多题。
今天给大家分享4个万能沟通公式，在短时间内快速养成黄渤那样的沟通技巧，轻松拿捏各种社交场合。1. 拉人下水，荣辱与共。这一招主要是应对在多人场合，个别熟悉的人单纯的夸奖或并不严肃的贬损你。很多人在被别人夸奖或贬损时，第一反应总是顺着对方的话去答，要么谦虚否认，要么直接反驳。比如，你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好漂亮啊，正常回答一般是谦虚的说，没有啦，还行吧。这种回答就是情商一般的表现，因为接下来会陷入一个继续夸奖，一个继续谦辞的模式，令你变得拘束，无法平等对话。在众人看来，你也是不开朗、不自信的表现，而且别人来跟你说话，也不仅仅是为了夸奖你，更多是为了交流。交流就是互有来往，别人夸你让你开心了，可你有没有让别人也开心呢？所以情商高的人可能会笑着回答对方，你眼光真高，或者说谢谢，你今天发型也不错，很有气质等等。答案不一而定，没有绝对标准，但本质逃不开一个套路，就是把对方也拉下场。这就是所谓的荣辱与共。一个人夸你或损你，本质上他是一个评判员、裁判的角色，无论你承认或反驳，都是在对自己形象进行维护或建设。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形象受到损伤，但在一些两难性问题上，你的表述无论承认还是否认，都会适得其反。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把对方也拉下场，从裁判员的角色拉到队员的角色，这样既默认了对方的赞扬，也回敬了对方。如果对方是贬损你，你们一个队的，他无形中也贬损了自己。黄渤案例1，在鲁豫有约上，鲁豫问，相当的火是吧？现在黄渤笑着答，那肯定是火，你想想都能坐在这儿跟鲁豫聊天，那还不火吗？这段对话黄渤的回答无疑相当漂亮，但假如他只是承认，而没把对方拉下场，只说那肯定是火，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景会是怎样。黄渤案例2，在一次典礼上，黄渤与曾志伟调侃，曾志伟说，屏幕里面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刚刚你启发了我。黄渤回答，对，其实也是，我们是互相鼓励。我小的时候也没想干这行，后来一想，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我凭什么不行？这段对话无疑也很经典，经典之处就在于黄渤没有顺着话去辩解，而是把两人绑定在了一起。我不好，也有你的原因。实战案例，新人到一个新的地方上班，由于业务上的不熟练，难免受老员工不待见。曾经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到新公司被分到一个4人组去做事，由于业务不熟悉，总被嫌弃，还被一个女同事埋怨，说我是傻逼。听到这句话，一般人要么直接对回去，引起争吵，要么憋忍着自己难受，然后记恨在心，但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不利于增进团结。毕竟我们是团队协作。于是我半开玩笑说，什么样的人被分在什么样的团队做事嘛？你说我是傻逼，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团队就是个傻逼队呀？说完，那女同事和其他2人都忍不住笑了。然后我又继续说，人家别的队有人被骂，其他几人都还护着，你倒好，自己人就骂起自己人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不是给人笑话吗？从那以后，那女同事就再没埋怨过我了，耐心教我很多不懂的，大家相处也心无芥蒂，关系越来越好。2. 绝不正面回答。这个套路主要应用在别人让你做两难选择的时候，比如最经典也令所有男士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假如你妈和你女朋友同时掉水里了，你会先救谁？这种问题无论怎么选都是坑，你认真就输了。所以在这种问题上，首先的战略策略就是能不败就是赢，别想着出彩，想把这种问题答漂亮是不太可能的，只求及格，不留下把柄就行。如果你实在被逼无奈，必须要答，就是个夸一番。黄渤案例1，一次记者问黄渤，高圆圆和林志玲到底谁更美？黄渤说，平时听到他们2个人的名字都会有眩晕感，你现在一下子说了2个人，就是重度眩晕。这个回答无疑就是避开话题，绝不踩坑，不踩坑就是过关。黄渤案例2，小 S 问黄渤，我跟林志玲掉到海里，你要救谁？黄渤回答，应该是要先救你。小 S 继续问，怎么说？黄渤说，因为林志玲的个子比较高，她可以自己露出水面来，因为那个高度已经很小 S 假装生气，你才矮，你给我出来站，你给我站出来！但是你比例好，你知道吗？小 S 立刻笑了起来。实战案例，女朋友问你，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谁？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直接回答，而是夸了她一番，
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你这么美，皮肤这么白，腿这么细，我怕你掉水里都轮不到我来救啊。他一听会把关注点落在你夸他的话上，会很开心，话题也就被你糊弄过去了。当然，这是在2个人的情况下的对话。要是有第三者当着你妈和你女朋友问这个问题呢，模板你也可以想象成当着你的2个重要朋友或客户要你做选择。这时候就要运用各夸一番的套路了。如果别人问的是我大概意思会说，我妈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很会替人着想，所以如果我和女朋友走在水边，她一定不会靠近，这个问题在我身上不会发生。另外，我女朋友也很好，她最大的优点是不让人为难，所以她也一定不会让这种事发生。3. 不否定别人，还有自己。一个人一旦有所成就或者特长，就容易被别人拿来比较。经常你会听到有人问你跟张三李四谁更厉害，通常人的回答就是要么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我比他厉害；要么贬低自己，抬高他人，他比我厉害。而这都不是有情商的回答，因为这既对对方不友好，也会让人觉得你狂妄或低俗。很多事情是无法直接比较的，就像2件艺术品，如何分高下？那最好的回答就是找双方的闪光点来进行赞扬。如果要凸显对方，就夸自己好，对方更好。切记要把好和不好这组关系改变为好和更好的关系，就像星巴克里只有中杯、大杯、特大杯，没有小杯一样。黄渤案例，黄渤被问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答：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是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实战案例，一次朋友结婚，我和另外一个朋友 A 去做了伴郎，在婚礼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请我们上台，很明显他就是要拿伴郎伴娘逗乐活跃气氛。由于大家都不是油皮的人，有啥就打，现场一度很尴尬。后来主持人给我挖坑，你觉得你今天帅气吗？我能怎么说？如果说不帅气，那就是智商问题了。可仅仅回答帅气又是在尬聊，于是我接过话筒，当然帅了。我们都是为了朋友的婚礼精心打扮的，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等了好久。主持人接着发问，那你们打扮这么帅，不怕抢了新郎风头吗？我回答，今天我们伴郎包括2位伴娘都很亮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但新郎新娘就像是月亮啊，我们只是众星捧月。4. 避开锋芒，故意曲解。这招的核心就是装糊涂，移花接木，可以用在没话聊的时候故意找话题，也可以用在当别人的问话涉及到隐私，你并不想如实回答的时候，这样就能起到很好的规避或转移话题的作用，并引起极大的幽默感。比如别人问你这个月赚了不少吧，你就回答是啊，又长了几斤。黄渤案例1，黄渤被记者问及黄晓明大婚是否会送红包时，记者问黄晓明婚礼会去吗？黄渤答应该。记者问准备了什么新婚大礼？黄渤答这个不好想，人家什么都有了，送他一句祝福暖心的话就可以了。记者继续问没红包啊？黄渤回答不知道现场他会不会发。黄渤案例2，有主持人问黄渤你有膨胀过吗？黄渤回答应该也有，但是没让别人看出来。有一段时间回家我就照镜子，忍不住对自己说嘿，兄弟你最近越来越帅了。实战案例，前不久一朋友说给我介绍个女朋友，让我加对方微信。由于事前朋友已经向对方聊过了我，并发了照片，加上后一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聊天，直接问女生对自己还满意吗？好像太直接，用对陌生人的方式招呼好像又不合适，毕竟彼此已经知其人，知其事。女生好像也陷入了这种尴尬，这时她发过来一个小女孩可爱的表情，把包袱甩给了我，我该怎么接才能不尬聊？我立刻就在那个表情上做文章，回了句你小时候好可爱啊。这就是我的故意曲解。我当然知道这个小女孩的表情包并不是她本人。接着她回了句哈哈，那你觉得我可不可爱呢？就这样我们打开了话题，聊了很久。5. 因为对方太优秀，任何人都难免在无意间抱怨过别人，做过一件得罪人的事，可如果被质问的时候，该怎么回答呢？这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因为抱怨本身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体现出了不满。如果回答不能把负面挽回，就会越描越黑。比如抱怨跟女朋友逛街，我不想逛了，跟你逛街好累啊。女朋友立马质问，你什么意思？你嫌弃我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不赖我了？我就知道你变心了，等等等，一系列无理取闹就来了。
你若只是否认解释，也难以消脱嫌疑，别人未必信，解释也容易让人以为是掩饰。可如果用纠因套路，犯错只因为是对方太优秀了，就立马能让你摆脱得罪人的境地。比如上面那个问题，你要这么说，就能圆回来，我是说心太累了，你看你走在街上，回头率那么高，所有男生都往你身上瞧，我能不心累吗？黄渤案例一，在一次综艺节目中，何炅问黄渤，大意是你为什么把孙红雷在电影《一出好戏》中的戏份全剪掉了？黄渤回答，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留着他干嘛？黄渤案例二，崔永元问黄渤，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自从跟管虎导演合作以后，才知道以前跟自己合作的导演都是混蛋，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黄渤回答，对，就是因为管虎导演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什么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以前别的导演给我的顺境太多了，这其实对于一个年轻演员的成长来说是不利的。言外之意，以前的导演对自己太好了。最后要说，不用指望情商低的人和情商高的人一样，但至少后天可以弥补一下，比自己原来好就可以了。掌握了上面5个技巧，就能应对很多社交场合，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百度。之前看到一个问题啊，你是否因为自己的学历自卑过？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想法，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被戳中的小伙伴弹幕1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知乎上有个回答是这样的：今年19岁，在最好的年纪读着很烂的技校大专，看到念大学的好友自卑又羡慕。我本可以过得更好，认真读高中，考一所不错的大学，但一切皆因果，只能跟自己说对不起，辜负了最好的那几年。也有一些小伙伴跟我说自己普通大学毕业，普通公司上班，埋怨当初没有好好上学，在后悔与纠结中不断拉扯。仔细想想，我也一样。我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因为学历自卑，没有留在上海，因为上海的一流大学实在太多了，感觉自己资历平平，竞争不过。其次，在行业及公司的选择上，也没有大胆的尝试，导致前2年的工作一直没有起色。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轴，有过项目，几轮同事都坚持不了几个月就放弃了，我硬是拉俩人啃了下来。后来慢慢把业绩做上去，自己才开始负责20多人的小部门，做了中层。虽然跟人类高质量男性的标准比起来，咱充其量也就算个男性，但至少从学历自卑中走了出来，开始通过迟到的努力弥补过去。作为过来人，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和想法。千万不要因为学历自卑。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分3个方面来看。第一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大家的起跑线并没有差很远。另外，自卑是源于社会比较，专科的张三跟本科的李四比会自卑，李四跟211的王五比也会自卑。211 985会不会自卑我说不准，不过能考上211 985的已经是少数中的少数了。2020年高考人数是1071万，全国平均本科录取率不超过45%，也就是说有将近600万的学生只能上专科，甚至落榜。想上一本，你需要打败80%的学生；想上211，你需要打败全国94.8%的学生；想被985录取，你得超过98.1%的学生。清华北大招生人数是7826人，也就是平均每1000人也只有0.73个人会被录取。说这些数据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那么多学霸，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是中等水平，起跑线差不了多远。毕业找工作，如果一个专科生跟一个本科生进入到同一公司的同一岗位，那学历就只是起薪上的几百块钱差距，之后在公司的发展还得看个人。第二点，谁说学历低就不能成功呢？咱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就提到过，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学历其实都很低，比如大家都认识的罗永浩、黄章、李想，这几位甚至连大学都没有上过。但现在谁还能用学历来衡量他们呢？对吧？如果说这些大佬离我们太远了，说明不了问题，咱们就看自己身边的朋友，也能发现不乏学历不如自己，但通过努力打拼出一定成绩的小伙伴。我有一个朋友在河南上的专科，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决定去上海，当时我还纳闷，我都顶不住，您哪来的自信？不过后来他的职业经历把我的脸打得生疼。工作8年2次跳槽，他从一个基层技术人员做到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后来自己做自媒体，收入是同龄人的3倍。因为我面试过新员工，也带过管培生，我个人更看重学习能力强、对待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的新人。相反，如果有人把学位证书往桌上一拍，说这个能不能挣钱？脾气大点的面试官可能会动手。学历不是限制你成长的障碍，谁说毕业之后就能不学习？在社会中要学的往往比学校里还多。另外，第一学历也不是最高学历，针对自己学历不满意的，完全可以继续深造，去专升本，去在职读研。第3点，由于学历自卑的危害真的很大，倒不是因为这个想法本身，而是自卑会影响你在择业、工作、跳槽等一系列职业规划的决定。还拿我自己来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1线城市竞争大就回2线，外企国企挤不进就去小公司，一再让步的选择导致前2年的工作都在梦游，换工作之后还因此吃了不少亏。
杀鹌鹑的少女中有一段话，大致是这样的：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什么时候做第一份职业，什么时候恋爱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这就是可怕的地方，你当时做选择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决定之后会对你有多大的影响，而自卑更是弱化了选择的重要性，让妥协看上去只差那么一点，殊不知这一点妥协会造成谬以千里的结果。虽然说选择哪条路决定不了能走多远，但从概率上看，一个正确的选择会让你走得更快，走得更稳。学历重要吗？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啊，大学学历只是高中3年的一个成绩单，只是对过去的打分决定不了你的未来。所以正确对待学历，首先要做的接受。如果说接受自己的平庸是一个成熟的表现，那一定包括接受学历的平庸。抱怨是没用的，它只会让你陷入一种情绪泥淖里，焦虑、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这远比学历低这个事实本身对你的危害更严重。与其抱怨起点低，不如开足马力弯道超车，做秋名山上的五菱宏光。其次是心态放平和。上面咱们提到，自卑是因为社会比较，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越是向上比较，自我评价就越低，也就越自卑。所以我们没必要非得跟一流大学比，那是他们18岁前努力的结果，咱们30岁努力也不晚。把心态放平和，跟自己同一起跑线的人那么多，先努力超越他们，再去定更高的这个目标也不迟。最后是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我发现啊，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很单一，谁 W 挣得多谁就成功，而且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喜欢给成功下定义，什么30岁存款要7位数，房子得多大，车子得多贵，甚至连身高体重都做了标准。这太缺德了，因为一对比，我发现自己是不是人都很模糊了。这种社会价值导向很容易影响自身的价值导向，结果就是野心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跟不上。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总结了4条不成熟的行动建议，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1. 摆脱稀缺心态，着眼长远，规划职业。当我们拥有的比需要的少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稀缺陷阱。我们想去大的、挣钱多的公司，但学历不够，就产生了稀缺心态。这个时候就容易病急乱投医，找个眼下看着待遇还不错的，但长期并没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比如去流水线当厂工，去餐厅当服务员。如果这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计划，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因为挣的钱比去公司实习多一点，就要再慎重一下了。因为这些工作只是单纯的贩卖时间和体力来换取金钱，不需要什么学历和能力，当然也不会提升能力。现在1个月挣5000，5年后很可能还是5000，而且时间一长，你的事业和思想都会受到明显的束缚。我们应该做一些可以积累并帮助自己成长的事情。工作5年就要有5年的经验，而不是一个经验重复使用5年。2. 交一些优质朋友，提高思维和认知。这里不是说挣钱多的高质量人类，而是在思维高度和认知水平都比较优秀的朋友。我以前也是因为学历自卑，看到学历高的人就躲得远远的，还给自己找安慰，不就是个211吗？能力也不过如此啊。后来人家升职加薪，我原地踏步，这下安慰也找不到了，就躲得更远了。其实还是包袱太重放不下。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良师益友。等你真的学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事能力、生活态度，你就会发现业余时间不只是用来刷手机打游戏，还可以看书和学习。你就会发现跟朋友在一块儿，不只是喝酒吹牛聊八卦，还可以互相鼓励和成长。有一句很鸡汤的话，最快的成长方式就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虽然我不太喜欢，但还找不到反驳他的理由。3. 合理配置资源，把精力用在刀刃上。我们会发现一些牛人可能只工作了2-3年，却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甚至已经做到了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有关键要务的引导，把精力尽可能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学到的知识、积累的经验自然比别人多。如果精力分散在各种简单的、重复的或者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上，能力就不可能聚焦和突破。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经历：想要看书，因为几条微信刷了一下午手机；想找个低价折扣商品，在淘宝上逛了几个小时。这就是原腾讯副总裁吴军在态度中提到的捡芝麻丢西瓜的思维方式。很多人看上去很忙，但忙的没有价值。做好资源配置，把我们的时间、技能、精力、资产、人脉等尽可能的用在能产生更高价值的地方，就能捡到更多的西瓜。4. 不断精进自己，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一个公司待久了，很可能躺在舒适区里出不来，就是咱们常说的老油条，干啥啥不行，抢功甩锅的一名。这种人也就是没被开，你让他换个公司，很可能都过不了试用期。不管现在多安逸，我们都需要有危机感，这样才能激励自己，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从2个方向入手：一是不断学习，培养自己在职场中的技能，保证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让自己具有不可替代性。就是说这个活除了你，别人来不了，你放心，老板肯定会抱你大腿。2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学习新的东西，培养在工作之外也能带来收益的能力，比如学理财、学设计、学一门外语等等。当新的增长点培养壮大，原来的局就不攻自破了。最后，既然大家都看到这儿了，就容我再啰嗦2句吧。
再实用的建议也比不过实在的行动。如果你真的因为学历第二自卑，那就别找借口，一个字就是干，想尽一切办法改变现状。5年之后，你会感激自己现在做的努力。当你通过努力成功超越学历比你高的人的时候，低学历会从你自卑的负担变成骄傲的资本。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